Hello， 大家欢迎来到地球玩家魔法手册。在这里，我们会一起探索能量、灵魂跟宇宙的秘密。因为地球就像一场大型的游戏，你既是玩家也是一个 NPC。但是当你升级你的意识，你就可以从 NPC 转换为一位有力量的玩家。那我是疗愈师月月。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主题呢？我们今天要聊有关于命理学跟灵性成长之间的奥秘。很多人都会很好奇说，紫微斗数啊、塔罗星盘到人类图这些所谓的命理系统，所谓的命理系统是什么？你出生之后就会有一个固定的命盘，这个好像就是我们出生的使用规则。有一部分的人就会认为说，所以我们的命就是注定的。但是呢，当我们在谈灵性成长的时候，我们在谈说自由意识跟人是可以超越命理设定的种种这些，然后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之间的逻辑跟差异到底是什么。冲突。没错，为什么会很冲突？你看他命理就想好说你生下来就是怎么样，你的人生会遇到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对，可是当你又到灵性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这个是你自己创造的世界，你可以创造所有你的东西。没错，就灵性成长会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创造实相的存在。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到底是在玩一场原本就已经写好的剧本，还是我们是来这里改写我们游戏规则的程式码的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你知道我们家小时候超级无敌爱算命，我觉得普遍的东方家庭对于算命命理这件事情应该就是完全的不陌生，甚至是蛮相信他的。真的，你会发现很多长辈哦，很酷，就是很多长辈他们可能不相信身心灵，但他们很相信命理。老师讲的话，真的，我不相信身心灵，那什么邪门歪道鬼又不存在，然后超级无敌去改名字算命的，然后或者是说会有很多就觉得说，哎呀，你不要听，就是人家在那边说你摆这个东西有风水的问题，但还是很喜欢听一些，就是想知道自己生命当中就是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游戏规则跟设定。真的，但这其实一点都不冲突。我们一直在讲嘛，我们的地球要来到三维，从三维转到五维，对吧？也就是说，的确命理学这个东西它是服务于三维的这个世界，三维这个世界叫做什么二元对立，非黑即白，所以命理学好像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天时地利人和的重要性。而且很常会听到人家说你跟他就是不适合。对，因为你们的八字命盘什么就是天时地利不人和，对啊，类似这种很多很多的状况，所以会让我们有很多的，好像我今天八字不合，我就没有办法去跟他在一起，我们就是命中注定，对，得分开，然后或者是什么的，或者是工作啊，他就会说你就是适合做什么。没错，所以你会发现这种命理它其实是提供一种结构性的理解。什么叫做结构性的理解？你这个人的个性倾向，你这个人的人生主轴，你这个人的关卡跟机遇，可是呢，你会发现他会掉入一个二元对立的陷阱。对，比如说好，我就是一个，有没有举一个最好举例子？就会讲说你的个性啊，你就是一个固执的人啊，然后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或者是星座，对啊，好，什么星座就是什么样子的对状态，什么星座又是什么样子的状态。然后我们在探索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开始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比如说，天蝎座就是怎样，但是心机重，对嘛，对啊，天蝎座心机重，对吧？会得罪很多人。这是事实。好，所以可能大部分会有一个集体意识，可能每个星座它有固定的状态，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先不说，其实星盘要看全面的，上升星座天顶，然后有的没的。但是呢，你也会发现真的类似的命盘，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聊到的双胞胎，你出生同年同月同日，甚至是时辰是一模一样的，可是为什么个性截然不同？这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他其实都有选择自己要活出不同的人生剧本跟状态。什么叫做不同？举例来讲，你是一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可是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一些命盘，它只是你的角色设定跟游戏地图，对吧？你的游戏地图就长这个样子，就像是我们一样生在台湾，对吧？对。然后我们受一样的教育，可是呢，我们能去的地方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却可以活出完全不一样子的生命。举例来讲，有些人活在台湾，没有接收一些社群媒体的知识，那他就会把自己关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小圈圈里面。对。可是呢，如果你是一个愿意去接受社群媒体的知识的人，那你所认知的东西就会跟别人完全不一样。所以角色设定跟游戏地图，它只能代表着你今天，我能保证你最北可以去到台北，你最南就是可以去到屏东，就这样，我能保证这件事情。好，我再保证另外一件事情，你最多就是5种交通工具可以选择，开车、走路、骑脚踏车、搭火车、坐高铁。我能保证这件事情，你就是有这5种交通规矩。可是呢，你有选
择权去选择你要用哪一个交通工具。对，好，那如果一样都是双胞胎，我今天选择骑脚踏车去，我今天选择坐高铁去，这2个人的生命经验就完全不一样啦。他可以有骑脚踏车看到的风景，另外一个人就是坐高铁看到的风景，那他们所体悟的人生就不一样。所以还是看你想的是什么，你想要怎样的体验，没错，你的所有的方向就会完全不一样。没有错，所以命理学它其实就是在强调说一些你的确会遇到的固定模式，就像是我们在身心灵灵性成长一样，你会发现到说很多人会误会灵性里面在讲的自由意识叫做我什么都可以改变。我们可以来聊聊这件事情，什么叫做我什么都可以改变？也就是说在我的人生蓝图当中，我可以选择我要坐高铁坐火车还是走路，对不对？对，其实我们是有一些限制在的，这个游戏规则在既有的蓝图当中，有些事情你还是必须得去面对。你说还有一个条条框框在，还是有哦。其实我们对于某一些命啊，你是没有办法去避免它的考验的，可是你可以选择什么样的事情。我无法选择我的人生剧本，对吧？你就是会遇到这样子的妈妈，这样的爸爸，这个我们就选择不了啊。那你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心境。对，没错。所以所谓的自由意志是什么？的确，我的信念创造我的实相，但很抱歉，你的信念再怎么创造实相，你都不会换一个父母。对呀，可是你真正可以创造的是，你选择以什么样子的经验，你选择用什么样子的状态去经历它，所以你没有办法避开一些考验，可是你能选择你要用苦难的心情去经历，还是用成长的心态去转化。所以真正的自由意志是不要再觉得是不是我修行不够，所以我没有跳出我的命盘，是不是因为就是我修行不够深，所以我一直遇到同样循环的情感状态，但并不是的。有些时候不是要换人你才能够成长，而是你要换你的心境，你才会成长。它最终还是回归到自己，因为所谓的命是什么？命它叫做起点，也就是说你来到这个地球上，你还是会需要有一些条条框框嘛。如果没有条条框框的话，你会发现真不知道我要干嘛。太跳了。对，我从出生那一刻就要先选择我父母是谁，都飘出去了。我想说我才几岁，我才0岁，你就要我选择父母，我哪有那个选择的状态呀？所以你会发现的确条条框框存在，就是我一出生我父母就是先选好，我的家庭经济条件就是先选好的，我的那一些种种的这些都是已经注定好的。可是运它就是我们的意识状态，可以改的。对，它就可以改。所以命不能改，但是运可以改。最终我们其实能显化的跟我们能变的全部都是你的意识状态，不见得是外在的条件。因为你的意识状态要先变，你的外在条件才会变。可是很多人都会执着于我是不是外在条件变了，我的意识状态就会变了。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一直在经历一些感情的轮回里面，但是好像我要一直换男友，我要一直换女友，因为都是别人不好啊。对对对对对，都是别人发生问题了，然后我才会离开他们这样。没错没错没错。但是事实上你没有往内去探索为什么你会发生这些事情，为什么你会经历这样的事情。你就算人换了，你遇到的问题还是会一样，遇到的事情也一样，遇到的事情还是会一样。除非你这里你的意识形态真的转变了，你的心境也转变了，你才有办法去成为一位有选择的灵魂。而且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变，对不对？宇宙也在变啊，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也在变啊。就举例来讲我又回到我最喜欢举的例子，重男轻女的这个观念对吧？好，以前的人可能我们就是我要很努力的去跳脱重男轻女的观念，我要很努力的去面对每当我婆婆再继续跟我说生儿子比较好的时候，就很像是我也好像要换家庭换婆婆对不对？这个老公就是不适合，这个家庭就是不适合我。但事实上是宇宙也在变，总有一天这个宇宙的集体意识也会让这个婆婆有一天突然悟到喜欢女生对对，什么叫做集体意识？也许她婆婆去买菜的时候发现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好爱女生我说天哪，为什么这个就是市面上卖的衣服都是给女生的？发现就男孩儿都没男装，她自己会开始动摇跟被耳濡目染。回到这个观念，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与其我们不断的去想要改变周遭的东西，不如其实最简单的方式是我们怎么样子去跟这个宇宙有个更好的合作。那什么叫做跟宇宙有更好的合作？你们可以去感受虽然八字命理、星盘、人类图这些它是固定的，可是不代表我们不能从固定的这个东西去看见自己。我们可以从一个所谓的基础盘
去认识自己是谁。嗯，比如说好，我就是一个又有水瓶座又有双鱼座的性格的特质，我的上升天平，我的月亮摩羯，类似这种，那我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我的身体有这样子的东西耶。然后比如说我的八字是癸水，那癸水，然后我又是正财跟偏财都有的。然后你们懂八字吗？不懂。不懂。但你们比较懂星盘对不对？跟人类图。好 OK， 因为我是学八字出身的我是学易经八字出身的就我小时候对于这些，因为我们小时候太爱算命了，你知道我们家很恐怖哦，就我们家就是凡事所有东西都要找算命师算，就是我亲戚已经到了迷信的地步了，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他们很迷信但不相信身心灵，他们就是标准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从他们身上我也看见了一个很有趣的冲突哦，就是他们迷信到可能会觉得你的命就是这样，没办法改了，对啊，你的人生就是这样了，你的命就是这样啊。就比如说我在大家庭长大嘛，我们每一个人出生都会去找一个很有名的老师算命，他就会算一本红色的书，上次我跟我妈讲嘛，一本2万块算你从出生到死亡的一些重要事件。那他有写时间哦？有，连死掉的时间都有写。他不会明确说什么时候死掉，可是你就可以看说他大概命会写到几岁。像有些人的那个命就会写到60几岁，到60岁到65岁，对不对？有些人就会写到80岁到几岁。那你就一个很小的range 可是就可以大概知道。还是那个老师60岁后就不写了，我有点忘记了。我不确定，我有点忘记了，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偷瞄过一眼，我妈不给我看嘛。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就有瞄到几眼，想说啊，原来我26岁就结婚了啊，原来我是早婚生子的人。然后也有看到说我大概几岁的时候会成功，就是你会有个大运来了这样子。然后直到我也去学八字，我就大概知道那个逻辑概念是什么，因为我就是太好奇，就我们家迷信成这个样子，我就想说到底为什么这样？对啊，而且我们家甚至是你知道张维忠风水老师吗？就很常上那个节目的张维忠老师。知道。我们家买房子的时候也给他看过。哇，请得到他，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家迷信的程度了，对不对？然后又加上我们家全家人都改过名字，反正我们全家人大概在5、6年前吧，一直觉得自己的运气不好，全家人运气都不好。对，就很多事情发生，官司的问题。土地纠纷的问题，反正就是一些商业利益上，然后还有身体健康上。那有没有觉得是祖先的问题？对啊，我们把祖先安抚得很好，因为曾经有这么觉得过，所以大概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把祖先安好了。对，然后我们家也请了很多神明在我们家助阵，然后甚至我妈还是宫庙的那个叫什么庙公吗？庙对公主。公主啊，对啊，对，公主这样，不是那个 princess 的公主，是这个庙你妈是个公主，对对对，我妈也是个 princess。OK， 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运气真的要相比其他人来讲，我们真的已经很幸运了，但还是觉得自己怎么，就是你到人生在高峰的时候，就缺了，你突然跌落谷底，就可能只跌一点点，然后你就会自我怀疑。然后我们全家人就去找一个老师算名字，然后呢，那个老师就是的确就算了很多我们很根性的东西。每当要成功的时候，可能就又有一个东西把它拉下来，然后类似这种那种一直有高有低，有高有低，一直出现的循环，然后就被那个老师讲中，然后每一个人都讲中，然后我们全家人就全部人都改名。这么厉害，在哪里？在普里。我才推荐我学生去。我前阵子金钱灵气的学生就是2个来自香港的人。然后我也是跟他们讲完，我改完名字之后，我的命是怎么样子，有180度的大转变之后，是你有很明确的感受到哦，非常明确啊。可是时间点嘞，是时间点也是一改完之后，对，就马上感受到马完全不一样，非常惊人。好，给我地址。好，因为我前几天我就推荐我香港的学生去，然后他们前天才刚去完，今天早上在跟他们聊天，我想说，那你们去给老师看完名字怎么样？然后他们就说，太厉害了吗？真的，就他不会说很厉害，因为那个老师也不是那种会高调或者是说很怎么样去叙述一件事，他其实就是平铺直述的去说，就把他看到了跟你说，把很真实的东西跟你讲，就这样啊。你有共鸣就有共鸣，你没共鸣就是没共鸣，因为他也不是一个会，他也70几岁的老人家，他也不缺那些钱，他是靠股票在，没有求名利。对，反正我们全家人就是因为受于他的照顾，受于各种
各方命理老师的照顾。我们超级相信命就是固定的。哦，对，可是呢，又有一些游戏规则，你知道吗？改名你的命又变了，对呀、改名你的运又变了，然后就会有一种就是这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来好好跟大家聊这之间为什么会有矛盾，跟它真正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嗯哼，所谓的命理这件事情，它的游戏规则就像是我刚刚在讲的，它是你的初始设计图跟你的地图，但是灵性成长内在的东西，我讲的命其实都在讲外在的东西哦。我必须得说，那一些靠风水，那一些靠命理学，那些靠改名字，然后慢慢调整自己命的人，不代表他就是一个真正快乐的人。什么意思？好，你去想想看哦，什么样的人会想要去算命？不开心的人啊，就是你觉得自己很可怜的人，所以去算命你会想要找到什么答案？能不能让自己过得更好啊？对，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人在命理学上面，你会看见一个很重要的框架是，就很像是说，觉得我很不好，所以我想要透过命理去认识我自己。可能很多在算命的时候，像我以前在帮别人看命盘的时候，我还是个很初学者的时候，其实我也会以命定人。以命定人是什么意思？就像是你刚刚有提到的啊，你就是适合做这样子的工作。好，那你就去做这样子的工作。但是他喜不喜欢？然后对，可是我在叙述的时候，我忘了讲一件事情是，你去做这个工作不代表你会一帆风顺哦。你去做这个工作，会代表你走在你的灵魂使命道路上。但是呢，这过程当中，你还是有你该学习的东西，那个学习的东西是内在的。可是很多人他们在很不舒服的时候，很崩溃的时候，他就是想要寻求外在的安慰，寻求外在的拍，寻求外在的协助，他就是因为内在没有力量去让自己改变现况。对，可是当我去找一个命理老师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陷入到一个我依然没有长出我的力量，而是我相信这个命理老师说好，那我要继续做这份工作，可是我明明就做这份工作有很多的问题，可是他就说你就是再坚持下去就对了。所以会发现算完命之后还是没有帮助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对，超容易这样，因为我以前帮别人算命就是这样，我就发现到说，我的确会告诉你的游戏规则，我的确会告诉你的使用说明，可是你真正需要的不是你知道你是谁，好像更多时候你需要的事情是你为什么没有活出你自己，为什么你人生走了这么一大段，你依然不知道你要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以前有个服务就是帮你找你的天赋使命嘛，我的天赋使命其实就是在帮助他们透过他们的命盘，他们的固定状态跟他们的能量状态，告诉我说他适合做什么艺术相关的工作，他适合做跟人之间沟通的工作，他就是有那种业务命，类似这种。我以前会这样子去引导他，那你就是做业务就对了，你就是往这个方向就对了，你就去做那些网络的事业就对了。但是没有问过他自己想不想要。对，甚至是好，我去做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心态的建立是什么？我要如何有一个健康看待自己的方式？我发现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所谓的高灵、指导灵、守护灵陪伴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走在我们的灵魂蓝图道路上。已经有一个这种庞大的团队来帮助你了，那为何你还没有走上去？为什么？对啊，为什么？对啊，因为我们有一些不愿意去面对的课题。好，我举例来讲，你就是走艺术哈，可是老师，我妈说艺术不能当饭吃可是我现在已经告诉你啦，你的天赋就是这个，你要不要尝试看看？你做了就是你的啊！我不相信这就叫做课题，因为你有一个根深蒂固没有办法信任自己自我价值的课题，你还没有办法度过了这一关，所以当然你要前往你的天赋使命道路上，看似好像真的很遥远很遥远很遥远。所以后来我不帮别人做这个天赋使命的解读，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看见你阻碍的你自己，是你自己阻碍了你自己，告诉你你的可能性是什么，你也不相信我。就像是我跟你讲说，天哪，你的命你就是要做一个身心灵老师，他也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可是我不会讲话对啊，可是我不会讲话我对社群媒体没兴趣但也许他的命盘所显示的事情是他是会讲话的，可是呢他要对谁讲话，是不是又是延伸一个很庞大的议题对不对？那我是要用 podcast 讲话吗？还是我在 YouTube 讲话，还是在短影音讲话呢？还是我建立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呢？它是一个超级无敌庞大的问题。所以我就发现说，我直接告诉你你的可能性，不如你自己去探索自己的可能性。可是呢，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你在探索这个当中可能会遇到的阻碍协助你去破关。比如说你最大的阻碍是什么？你不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好，那为什么不相信呢？我们来好好聊一聊。
我觉得这个才是后来我发现可以帮助到他的，因为命它可以展现你最美好的样子。比如说你就是一个有当老板的命，类似这种。你是几号人？生命灵数1号，你是1号人吗7，你是7号人吗？好，比如说1号人，1号人开所有的命理老师都会跟你讲说，你1号人你就是要做大事你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你就是要，你看你刚刚自己也知道，你就是要开创，你就是要怎样怎样怎样往前冲，对，你只要冲了就会有人跟随你要去哪对，也不知道去哪，这是你的版本哦，你相信吗？不信啊，为什么不信？因为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不太适合冲。所以他又会回到命理是命理。我发现这个人来到我面前，比如说你来到我面前，你跟我说你是生命灵数1号人，我就会先把命盘放旁边，我会开始解读你的能量，因为你的能量才是你此刻的状态。这个命盘是你最高版本的样子，你不可能出生就会来到最高版本的样子，你一定是出生之后，你需要经历一些磨练然后你才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不把结果告诉你，可是我把这个过程告诉你，这个叫做灵性在谈的观点。你要如何强壮你的意识跟你的内在，比你知道你的终点是什么还要来得重要。所以这个就是这之间的盲点，因为不管是命理还是灵性，它其实都是镜子，它在映照出不同的你。你也不需要去觉得说，好，那我是不是就不要去听那些命理学老师讲的话，我是不要听长崎洋的那个唐阳鸡酒屋，对啦，对，好，也不是要你不去听这些，而是你听了之后不要落入二元的困境。什么叫做二元的困境？那我要相信我就是要活出老师讲的样子，还是你要听从自己内在的声音？这两个地方都要。你可以透由知道你的命盘，了解自己的可能性，然后每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都提醒自己，我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加油。但是如果你落入到二元对立，天哪，我现在还不是老师讲的样子耶，那我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一定是怎么样子，我一定是怎么样子。所以不要落入这个二元，而是透由不同的观点跟角度，灵性的角度也好，命理的角度也好，甚至是命理又有分八字、紫微、占星、生命灵数，然后有的没的那么多，我们都可以从不同的工具当中看见不同一点点面向的你，然后把它凑合起来。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是，你看到的这些都还只是框架。什么叫做框架？不知道。框架呢，其实就是我跟你说你是谁，你不如自己去决定我是谁。好，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像是桑迪什么星座的？双鱼。好，双鱼座就会有一个刻板印象嘛，情绪很多，爱哭，好，爱哭这样。可是你也会觉得情绪很多爱哭的确是我，但又不会想要100%全盘接收你说我就是一个情绪很多的人。我会说我是一个情绪很多的人，可是那只是其中一个我而已，我还有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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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面向。所以呢，请把这些面向拼凑出来。那为什么它叫框架？因为就算拼凑成了你，但你都可以决定你是否可以创造新的东西。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情绪很多的人，对不对？但我能不能成为一个情绪不多的双鱼座？可以啊。那要怎么做？内在的修炼呢，对吧？内在的修炼，它会让这个触发机制不要那么被容易触发。所以这些都还是框架，但不要活在框架里面，不要活在你的命盘里面。怎么那么复杂？会觉得很难，是因为我们往往没有看见这个框架。好，就举例来讲，可能别人说我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你就会真的相信我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而忘记说不对啊，我觉得我应该还有各种可能性哦。不对啊，我觉得我跟你讲的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很爱唱反调的人，我超级喜欢唱反调。你说我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我就活出不一样的性格给你看。但我觉得那是一个在玩的过程当中啦，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这样。比如说我妈小时候就说你是一个大辣辣的女生，那你就变淑女，就是也没有也没有就举例来讲好了，我就发现到说，每当有人要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我心里会有一个直觉反应是，你凭什么觉得我是这样的人？你从哪一点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啊？因为你就是一些行为模式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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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就说那只是你看见，我知道我内在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你看见我的能文能武了吗？没有，你没看见我的能文能武，不是我的问题，是你没看见的问题。所以意思就是说，的确别人说的你都是你，对吧？只是一部分的自己，但那个只是一部分的自己，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并不是说你要照单全收，因为所谓的命它就是一个程式嘛，你的原厂设定啊。可是你的运就是流动的意识能量状态，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的出生时间点，但我们可以选择去随时随地调整自己的频率，影响自己未来的决定。就像是我在通灵的时候，就昨天我在跟莹莹聊天嘛，就是他就问我说我的感情状态。
那我就跟他讲说，没有啊，我也可以选择分手啊。突然很洒脱。对啊，就是我可以选择继续跟他在一起，我也可以选择分手。可是莹就问我说，你不是已经看见你跟他的未来了吗？我说我看见了没错，可是那是我的平行时空，我的确看见了。对啊，我的确看见了我跟他的未来，可是那个就是某一个我要不要去让我的振动频率变成那样，那这个未来就是实相。会有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在分裂一个新的平行时空。所以莹莹就问我说，那你跟阿尼许分手后的平行时空会长什么样子？我就说也很精彩，也非常的精彩，有很多新的东西会出现。所以它就是没有所谓的好坏，所以你每一个决定都是对的。当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决定都是对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意识跟能量状态才是最重要的。命是你的起点，运是一个过程，可是选择才是你最大的力量。对，选择才是你最大的力量。大家要永远记得一件事情，我们都是有选择权的，但是要有意识的选。对，就算是这个命理老师跟你讲说你跟他多合，八字就是6合3合什么，你就是命中注定，你们一定会生一个很可爱的宝宝。听信了这句话，你就会觉得我这辈子都不能跟这个人分开。对啊，那如果他有外遇什么的，对啊，外遇我也要觉得说没有，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他还是我的真命天子。可是这个时候你就忽略了你的受伤，你就忽略你的自由意志，你就忽略你的感受。所以不能选择你的命，你可以去改变你的运，但是重点是你有没有意识到说你是有选择权的呢？就算今天这个老师跟你讲说这个人对你来说到底有多么合，你都还是有选择权去离开他。因为呢，你离开他之后，你开创的命运又完全不一样，他会再换成一个新的。会啊，会换成一个新的平行时空。就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如果我跟我安妮雪还在一起的话，我们就会继续共修灵魂伴侣的能量，所以我们就会变成双修。我们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就变成双修。修什么？修爱的议题，修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位好父母的议题，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家庭的议题，我们能不能一起去共创给这个世界的议题。这就是我跟安妮学会经历的平行时空，然后也很美好，也非常的有未来的展望性。我也依然看得见那个平行时空的我是很幸福的。可是不代表这个过程你们不会遇到你们要去面对的事情啊，不代表说你们不会有争执，不代表说你们不会有困难，不代表说你们不会有该要经历的东西。好，那如果我今天选择跟阿女分手呢？我要经历就是我个人的修行了。分手之后，我的平行时空会长什么样子？我就专注在母性力量的社群创造，就没有一个阳性力量跟我融合了。我就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然后我也会专注在我的国际化，让淼淼国际化的这个进程会被加速。对啊，因为你的时间能量投入在哪里，哪里就会被放大，所以你稀释掉了一些的能量给感情，那你就会有感情的发展。但是你没有感情之后，你就会全然的往另外一个层面发展，无论是工作还是个人，而那个未来会怎么样？也很好。也非常好啊。好，命理老师有没有跟我说过我跟安妮许很合？有。我自己的能量共鸣知不知道安妮许跟我很合？有。但我依然有选择权。你今天对我不好，我就是会跟你分手。对啊，你还是有这样的决心，遇到问题还是要分手的。你今天对我不好，就是还是会跟你分手。你不要以为我们未来多有展望，我就愿意继续跟你过下去哦。因为我无论选择哪个平行时空，一定都是符合我最高版本跟我最想要的样子。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很多人拿命理工具会不自觉的掉进依赖跟宿命感里面，那种宿命感好可怕哦。好可怕。对啊，那种宿命感好像就是我是不是没有走在我的灵魂蓝图上面，我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也没有，真的没有。因为你的灵魂蓝图不会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的灵魂蓝图也许就是写了2种。你对于美很有感觉，而且你会发现所有的命理老师在跟你讲的时候，他都会讲得很大概。对啊，为什么？你对于美有一定的敏感度，所以你从事有关美的事情一定会成功。可是美就有分什么？美发、美容、艺术、建筑，所有我肉眼看到的东西都是美啊。对啊，你说设计桌子美不美？美。设计水晶美不美？挑选水晶美不美？美。做图文卡牌美不美？美。那为什么命理老师不说一个很确定的呢？因为那些越明确的答案，它就会越会框架，它就会越会打断你的可能性。所以也不要怪一些算命老师说，为什么每次算命老师就是讲一些我好像都能讲的东西，宽广。
因为他们也不想承担这个业力，你知道吗？哦，因为你讲出来的话是有能量的，你不知道你来的个案他有多相信你。如果他真的把很多那种宿命感投射在你身上的话，这个命理老师就完蛋了。就是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然后对他就会接到他的业力，因为是他跟你说的这些东西。对、哦，所以它是一种限制，你知道吗？就它反而在限制你这个人能量。所以我必须得说，如果你是一个想要去算命的人，我觉得要有一个很大的心态是，去算命其实就寻求安全感，不是寻求答案。就听听。我觉得就听听就好。可是他当下一定会给你一定的安定感跟安全感，但我们听完之后还是要知道说，我永远有改变命运的能力，我永远有摆脱这些东西的能力。因为一切还是回归于频率，你频率改变了，振动频率改变了，你开启的平行时空就不一样。甚至是讲的再深一点哦，我之后会再讲一集有关于宫庙传统的东西，就很像是其实很多宫庙传统都会跟你讲说，你要处理祖先的议题，你要处理你阴灵的议题，你要处理什么什么，你要这一盖，对不对？其实那些东西都不是那个概念。我那天还跟学生讲，其实这个世界没有阴灵，阴灵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我之后再花一集新的那个 podcast 结束。就是那个你落胎或者是你流产，然后或者是你跟在你旁边，对，在能量层上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对，它很有趣，所以它是一个庞大的议题。之后再录一集新的 podcast 跟大家分享，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这世界上真的没有绝对的东西。你只要愿意改变你的自由意识，你要知道，我们永远都有透有改变自己的频率能量，就可以改变自己实相的能力。那我们就要更专注在，不是在于你的命到底是如何，而是专注在我想要什么。我需要什么？所以八字星盘人类图本质上都是在协助你更认识你自己，但不是要你定义你是谁。更认识自己叫做我尝试去弹个钢琴，可是就有人跟你讲说啊，你学钢琴你一定要成为钢琴家啦。那想说我就不能弹一下就好吗？为什么？想要玩玩的。对，我就只是想要玩玩，就我只是想要就是摸个琴键。可是为什么我好像学了钢琴，我就一定要成为钢琴家？这就是没有逻辑，对不对？可是很多人去，这就是目的性太强啊。没错，你太想要获得答案了。你太想要有一个人跟你讲说你就是谁，因为这样最简单。我不要有选择最简单。对，就你不要给我选择权，你直接告诉我一个我适合做什么，我就去做。然后这一路都平平顺顺啊。对，所以很多人很多人算命的精神就是这个样子啊。但是你来到这个地球，就像是之前骇客任务里面就有讲一句话很深奥，他就说你早就已经做好选择了，你来到这个地球上，你早就已经做好选择了，你只是来这里去厘清清楚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去体验嘛。对。你早就已经做好选择了，所以呢，你今天去学钢琴，你只是要去体验看看我是否真的喜欢它。但其实你喜不喜欢，你已经做选择了。但是你自己知道吗？我觉得在身心灵的往内修的路上，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像是这样。就比如说我经历的事情，我为什么可以那么快的就去转换、转念，或是明白它，是因为我知道这就是所有的安排，它都是有它的原因，而且所有的安排都是我接受的。所有的安排都是我承受得住的，所有的安排都是符合我的灵魂蓝图成长的。所以我要去厘清的不是去想说为什么伙伴要这样，为什么我的生命蓝图要这样，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学到了什么。这个学到就是在厘清，原来我想要学这个原来我就是会想学这个，所以我才要经历安排这样的剧本给自己。我要去知道那个为什么，那个我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安排啊？因为我想学这个的那种明白感，其实才是我们真正体验这个生命当中很重要、最有趣的过程。所以最重要的都不是结果，都是过程。因为你已经做好结果了，所以很多人就会纠结于说，我钢琴都弹到3级。1级2级了，其实我成为什么？所以好像我不成为什么音乐家，是不是就是浪费我的天赋？对呀，没有。可是你喜欢不喜欢，你要不要成为音乐家，你已经决定啦。你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想要去体验看看，我成为位 Pro 级的钢琴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这样子而已。我在这个成为 Pro 级的钢琴手的过程当中，明白了什么，学到了什么啊？原来在弹钢琴过程当中，在训练我的专注力，在训练我的感受力，在训练我的聆听一些很细节东西的音准能力，这个才是我要学的，这个才是我学钢琴的目的。我学钢琴的目的永远都不是我要成为位钢琴家，
这好难哦，因为这根本你没有觉知，你完全不会知道这些事情。所以走入身心灵的好处就是你会把你的觉知找回来啊。因为通常想到的就是我做这个会不会赚钱，就是这样而已啊。没错，所以你要怎么活入这个框架，再看见这个框架，再跳脱这个框架。什么框架？就是这个地球一直在告诉你说名利财权是很重要的，可是当看见这个框架的人就会开始，我看见你咯，这是我要的吗？不是，那我要如何跳脱它的那个过程才是好玩的。可是如果你就活入了这个名利财权很重要的一个生命蓝图当中，你的确就会对你的生命少了一种觉知。你在活入这个名利财权过程当中，你也会开始去思考，我到底做这些是为了什么？可是那有人真的下来真的是为了钱而下来的吗？就是如果灵魂有的也是有，是有的。那人生就是只是为了钱这样。它就会是你某一个 NPC， 某一个为了成就这个世界的 NPC，还是要有一些人执着于很多很多东西，才会反映那些开悟的人啊。对啊，你没有执着，你怎么会知道原来自己是开悟的人？所以这个世界上的确是有一些角色设定是不会开悟的，在他这一世是不会开悟的。已经设定好他就是来帮大家。对。那这样听起来他很伟大。每个灵魂都相当伟大，就连杀人犯也是伟大的，你知道吗？就连很多引发这些社会很大冲突的人也都是很伟大的。甚至是有些这样子的人都是神明投胎下来的，因为他承担得起，他可以承担得起所有人的怪罪啊。对，没错，因为在灵魂层次上是没有怪罪的，只有人才会有怪罪，但是他可以抽离这些东西嘛。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回到一个最核心的事情是，我们在经历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在做很多很多的选择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在选择什么？因为选择叫做什么？有 A、B， 可能有时候是有 C，那大部分就是我要不要，去不去嘛，对不对？那你的要去不去你都可以很明白的时候，你就会对你的生命的过程当中，你会很真正精彩的活出你真正的自己，因为你知道你不做这个东西跟你做这个东西至于自己而言的意义是什么，那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动摇你的选择。就比如说，好，我要不要嫁给他？要是因为什么？不要是因为什么？你一定会有两边的答案，对吧？好，那你有两边的答案，要可能是我嫁给他之后我可以就是会双修嘛，就跟我刚刚讲，那我不嫁给他可能就是我自己去体验另外一个版本。这两个版本我都喜欢，我也都没有抗拒。好，那我要选择什么？然后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那不用管对方吗？还真不用。真的你的管对方，我觉得这边的管对方比较像是，比如说，那你选择不跟他在一起，对不对？对啊，那你一定是有足够的理由去成立你不想跟他在一起这件事情，对吧？不可能这个人明明就对你好好的，那突然会有一天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在一起？也不会好吗？你们好好的，就是也不会想到这件事情。是啊，对，所以做选择的时候，一定是会触发机制出来了。可是它只是触发机制，它不代表是事实哦。它有让你想要分开的理由，但不代表你就一定要跟他分开。但你知道为何你一定要跟他分开背后所衍生的价值吗？你知道的话，分与不分，那你都保持一件很轻盈的状态啊，那你就可以为你接下来做的选择全然的负责任，这就是最健康的，对吧？是的。OK， 但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知道说，命理跟灵性成长他们是完全不冲突的。你的确可以创造你要的实相，但同时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规则跟限制。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个规则跟限制，那就看回自己说，我在这个规则跟限制里面，我哪些东西是我可以跳脱的？就很像是学校的规则限制是什么？你就是必须得要完成一定的功课，你才能毕业嘛，你才有学历嘛，对不对？那我要怎么跳脱这个可能性？也就是说，我想要毕业拿到学历的目的是因为在这个社会集体意识之下，这一份学历对我来讲有一定的帮助，可能是找工作还是各方面，那就可以去评估我未来想做的工作真的需要这份学历吗？我未来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它必须得要学历？好，我就可以开始去思考什么样的工作需要学历，大公司对吧？什么样的工作不需要学历，你自己去创业你就或者是有很多可能性，那你就可以去评估哪一个可能性是你向往的。你是不是内在其实更向往创业，为自己开创一条路嘛？那就可以休学，或者是对，那或者是你内在有个很强烈的信念，是我一定会遇到贵人的帮助。好，如果你有这个很强的信念的话，
这份学校的游戏规则就不符合你，恭喜你，你就可以跳脱这个游戏规则，自己去玩自己的剧本，还可以跳脱社会的框架。对，所以呢，这个社会的确会有很多条条框框告诉你说该干嘛不该干嘛，可是它不是说你只能活在这个圈子里面，而是它要你看见这个圈圈，看见了之后呢，你心中就有一个反应了，我看见这个，那我去问自己我喜不喜欢，好，不喜欢就跳脱，喜欢就玩，你永远有选择你的游戏场景要长什么样子的能力。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说，我们不要去觉得这个命就是注定的，因为这个注定会让你没有办法活出自己真正想要活出的样子，就很像是好，那我都做选择了，会陷在里面的，直接陷在里面。对啊，那我就躺平呗。那你都想躺平了，来地球干嘛嘞？对吧？所以呢，你们可以去感受看看，写下你生命中你觉得注定的事情，然后问自己，我可以选择不同的态度跟行为，让这个结果变得不一样吗？去问问看，透过练习，你就可以感觉得到，的确命理它是存在的，但是灵性的力量随时都可以介入，随时都可以改变。所以不要把命理跟灵性当作对立，他们两个是同一个语言，但你透由这两个地方，命理就是框架，灵性就是我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些框架，合在一起之后，你就会发现命可以帮助你打开你的生命蓝图，但是灵性会帮助你打开你的选择权。那这两种工具的，谁是这两个工具的主人？自己，你自己，对，你才是那个最强大的力量。OK， 所以呢，今天的 podcast 就是大家可以分享给你身边所有对于迷信的人，那一定很多，那些很迷信的人可以把这集给他听，就可以让他去跳脱那些很迷信的框架。会不会听完还更迷信？不会，也可以把这集给很爱算命的爸爸妈妈们看，就可以让他知道说身心灵其实是很健康的，身心灵跟命理是不冲突的。那些内在探索还是很重要的。OK， 那我们就一样抽一张卡牌来给我们今天聆听这集 Podcast 听众的祝福跟指引哟。会变动，哇塞，好共识哦。我帮大家抽了卡牌，指导灵神谕卡牌是变动，然后这个变动呢，你们可以看哦，它上面的小字是未知、重新定向、不安跟不确定性。其实这张卡牌就是要提醒我们说，其实命盘八字它给了我们一些结构，但真正你会怎么去演绎这个你的生命剧情，它就是随着意识的转变，就会产生不同的可能性。OK， 你才是孕育生命的主角。像这一个就很像是有一棵树里面是一个蚕蛹，蝴蝶的蛹，蛹，对，你是里面的生命，但是你随时都可以绽放的那一种，破茧而出。没错，你是可以破茧而出的。所以在命理角度，我们有所谓的什么大运啊、流年啊，这个我们之后再有一支新的 podcast 来讲这件事情。这些东西大运流年会推动事件的发生，但是呢，变动是一个很棒的礼物，因为这些流年的变动才会让我们有机会去觉醒跟突破。因为换游戏规则，你才不会在这个游戏规则里面因为不变而迷失了自己。就像是我们不可能在同一间公司工作20年，哪怕你再喜欢，因为你会变，你当初的喜欢可能会是在2-3年后就变得不喜欢了，对吧？公司也会变啊，公司也会变，所以所有的能量它都是有很多的变动性的，很多的不确定性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执着一个固定的样子，一个你必须得要成为的样子。就像是好10年前的我喜欢我的小奶，然后10年前的我也很骄傲我的奶就是这么小，但是10年后难道我就不能喜欢大奶了吗？你都有可能机会突然喜欢喝红茶，又突然喜欢喝奶茶了。那我当下很喜欢，不代表说我讨厌另外一个东西，我只是喜欢这个样子而已。可是你说什么？你这时候喜欢女生不一定，对啊，你之后是喜欢男生。对啊，你知道我都跟我身边的人姐妹讲说，我都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只会喜欢男生呢？也许我只是没有遇到一个我很喜欢的女生。也许我还没有遇到一个会让我心动的女生，所以我不会去定义说我就是一个只喜欢男生的人。我会说我现在喜欢男生，我现在很享受跟男生在一起的感觉，但不代表未来不会对于女生这件事情是敞开的，因为太多变动跟可能性，对吧？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不要去害怕变动，变动它不是混乱，而是这些混乱都是在帮助你的灵魂升级。因为每一次的转折，你都会开始跟自己的灵魂对话，你都会开始跟自己的自由意志对话。在跟自己对话的过程当中，你会明白很多东西，然后重新做选择。就像是你们看我最近发生这么多事情，短短1个半月我就可以发生啪啪啪啪啪这么多事情，好可怕哦。可是每一次发生的时候，我都在做好深刻好深刻好深刻自我对话，
而我觉得这个自我对话才是最珍贵的。结果会怎样就让它这样吧。但我会做什么样子有自我对话，我要或不要，我有没有选择权，然后看见那些选择之后呢，就去做吧。你在自我对话的时候都是冥想的状态吗？还是发呆的时候也会，玩游戏的时候也会，就是你在一个心流的状态。比如说你在剪片的时候，你可能脑子在剪片，对不对？但其实你有时候其实会有一些自我对话就溜进来了。你就会开始梳理这些自我对话。就是剪片的时候都是你讲的那些，然后就会听一听就讲啊，真的耶。对对对，这个就是自我对话啊。就你这样也算是自我对话，是因为你的灵魂有在听，对，没错没错。然后你就会有一个新的 idea 出来，真的然后你就开始觉察说，所以我在生活中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最近好多哦。所以你在听 podcast 的时候也会自我对话，很有趣吧？所以呢，我要祝各位灵魂玩家，当你以为你的剧本已经写死的时候，宇宙就会用各种变动告诉你说，你依然拥有选择权，而且变动不是要剥夺你的稳定，而是要打开新的门，让你去在这个变动中不断的觉察，你就能够把这个所谓命运的蓝图活成一个超级有生命力跟色彩的样子，这就是你。OK， 所以呢，此刻你正在经历什么样子的变动？你是把它视为命运的安排，还是灵魂给你的试验呢？可以重新问自己，你愿不愿意在这个变动里做出一个全新的选择？好，所以呢，我想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玩这场游戏，让我们一起升级吧！祝你今天在地球玩得开心，我们下期见，拜拜，拜拜。